医生的话让霍华德心里开始重新审视起四方宝藏的事情，诚然，自己确实为了四方宝藏损失惨重，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健康。可是眼下，如果还死抓着不放，客观来看，只会扩大损失，绝不可能有任何弥补损失的机会。所以，眼下最合理的就是及时止损，前面所有的投入，打水漂就打水漂了，心里一定得认，得服，得接受。只要能守住从今日不再扩大损失，就是目前局面下最好的解决方案。毕竟是顶尖家族的管理者，也是深谙投资之道的资本高手。霍华德意识到事情不可为，心里便立刻坚定了及时止损的概念。于是他招呼来四儿子大卫，嘱咐道：跟所有部门打个招呼，结束对纽约的所有封锁，以后四方宝藏的事情，所有人不许再提。好的，父亲。大卫点点头，连忙通知下去。之前依托美国各个部门对纽约实施的海陆空全面封锁，在大卫一通电话之后，便全部解除。这也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彻底放弃四方宝藏。2小时后，史蒂夫带着儿子罗伊斯风尘仆仆地飞回了罗斯柴尔德庄园。父子俩一下直升机，便急匆匆地赶赴医疗中心的特护病房，去探望自己的老爷子。而此时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核心成员基本上已经全部赶了回来，其他的也都已经在从世界各地赶回纽约的路上。他们正守在病房外的客厅里，一个个或坐在沙发，或站在窗口，或来回踱步，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他们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力不同，负责的领域也不同，但是眼下他们的心情却都是相同的沮丧。作为史蒂夫的儿子们和孙子们，他们谁都不希望史蒂夫的身体出现重大变故。这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孝顺，只是他们知道，一旦老爷子身体有恙，权力必然会落入作为继承人的长兄手中。亲爹是皇上时可以高枕无忧，亲哥是皇上时，那真是觉都睡不踏实。就在这时，史蒂夫带着罗伊斯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众人一见这父子二人来了，一个个连忙凑到跟前，毕恭毕敬地看着他，一副就等大哥你来主持大局的模样。更有甚者如大卫，直接就上前拉着史蒂夫的手，哽咽道：大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大家都等着你来拿主意呢。你不来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主心骨。其他人心里把大卫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妈的，大家都想当条摇尾乞怜的狗，凭什么你第一个把舌头伸出去舔上了？于是大家只能赶忙三言两语地附和道：是啊，大哥，我们都等着你来了。其实这些人都误会了大卫，大卫其实才不是主动要舔史蒂夫这个大哥，他是前段时间学习了孙子兵法，又研究了一些华夏古代权谋的著作，故意要趁这个机会捧杀史蒂夫，先尽全力捧他，让他飘，他飘得越高，就越容易犯错。老爷子毕竟还没死，并且大权在手，这种时候如果大哥史蒂夫因为被众人高捧而犯错，那很可能就会被老爷子打入冷宫。其实大卫也并不是想争夺继承人的位子，他只是觉得老爷子继续在位，对他们这些不是继承人的儿子来说，就是最好的局面，比任何一个兄弟继位都要好得多。史蒂夫眼见这么多弟弟们都众星捧月般地围着自己，心里自然也是格外受用。过去几十年大家都是兄弟，彼此一直没有阶级上的差距，现如今自己终于要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，以后这些人便不再是自己的兄弟，而是自己的臣子。不过史蒂夫临来的时候，刚被叶晨告诫一番，压不下去的嘴角也压下去了，浮躁和激动的心也静下来不少，所以这时候被大家恭维。他虽然受用，但却始终眉头紧锁，一脸的焦急与悲切。随即他神情痛苦地摇了摇头，开口道：你们这帮蠢货一定要记住，无论任何时候，父亲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领导者，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心骨，更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希望。所有虚情假意恭维史蒂夫的人都在这一刻怔住了，所有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呦我操，
此刻的史蒂夫已经完全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史蒂夫，现在的史蒂夫城府深的着实有些吓人了。这种话他都能第一时间说出口，他还是个人吗？这时候，史蒂夫十分焦心地问：“你们谁能告诉我，父亲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了？医生团队都是怎么说的？我能不能进去探望他老人家？”一连几个问题，史蒂夫问得快速、大声且情绪激动，听在其他兄弟们的耳朵里，就像是一战士的英军士兵听到了德军马克沁重机枪每分钟近1000发的疯狂咆哮。大卫是最慌的，他是真没想到，大家一起捧史蒂夫，史蒂夫竟然完全不吃这一套，不仅不吃这套，还他妈忽然来了一招反杀。他这挺马克沁的一番宿舍，只要被老爷子听到，那在老爷子看来，就是自己和其他兄弟们不顾病榻上的老爷子，反倒是第一时间争先恐后的巴结起了大哥史蒂夫，这不等于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就在大卫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，里面特护病房的房门忽然打开，一位医生走出来开口道：“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您的父亲想见您。”史蒂夫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是激动不已，暗忖：太好了，看来我刚才说的话，老爷子都听见了。而大卫则是一脸沮丧，早知道是这个结果，打死他也不会捧这个大哥。很快，史蒂夫便迈步进了病房，见到了病床上那个已经与霍金有几分相似的父亲。霍华德刚才在病床上就听到了外面的动静，对史蒂夫的表现心里是非常满意的。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顶尖家族负责人，在面对自己选定的继承人时，都有同样矛盾的复杂心态。一方面确实想在将来把家主之位传给他，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继位的太早，想能尽量拖到最后，而且还不希望他表现出对继承家主之位有任何的兴奋和期待，更不希望他在没有继承家主之位前有任何僭越的行为。如果刚才史蒂夫在外面敢顺着几个弟弟的恭维，说上哪怕一句随口的客套话，那霍华德心里必定会怒不可遏，对他充满愤怒和不满。不过好在史蒂夫的表现超出了他心里的预期，在他看来堪称完美。史蒂夫有高人背后指点，所以一进病房，看到病床上的霍华德时，表情就格外悲痛。他眼含热泪，3两步快速走到病床跟前，单膝跪地蹲在病床前，看着父亲，痛苦地问道：“父亲，您觉得怎么样了？我来时担心了一路。”霍华德感动极了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还不错，好儿子，你不用担心。”说罢，霍华德叹了口气，感慨道：“医生说我半身不遂，将来可能很难完全恢复。”史蒂夫一听这话，心中喜不自胜，面上悲痛欲绝。他转过身，看着医生高声质问道：“你有没有办法让我父亲恢复如初？”医生连忙解释道：“大少爷，脑卒中这种情况，在全世界也没有人能恢复如初。别说先生年纪已经80多了，就算是20岁的足球运动员，在伤病之后，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如初的。”史蒂夫高声道：“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办法，一定要尽可能帮助我父亲恢复。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离不开他老人家的引领。”霍华德听到他这番话，心里舒服极了，就好似寒冬腊月在风雪中顶风行走，有人往自己怀里塞了个滚烫的热水袋。于是他开口对史蒂夫说道：“史蒂夫，不要为难医生了，我这次可能真的要。”史蒂夫听到这里，不待父亲说出下文，便赶紧握住他的手，红着眼道：“父亲，您放心，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我会邀请全世界脑卒中专家到纽约来为您会诊，终有一天，您能够重新找回往日风采。”霍华德颤抖地微笑着，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后他叹了口气，继续道：“我打算退休了，史蒂夫，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未来就全都交
交给你来负责了。史蒂夫心中大喜过望，嘴角刚要控制不住的往上，紧接着便想到叶晨的谆谆教诲，连忙低下头去，不让霍华德看到自己的表情，口中悲愤地说道：父亲，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能立刻失去您的引领，您还是先专心养病，专心康复，一切等您恢复了再说。霍华德摇摇头，我不想让外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所以你来接我的班，带领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前进。说着，霍华德又道：我主意已定，你也不用再劝我了。史蒂夫还没演够，继续说道：父亲，那就等您康复了再说吧。这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做了，留在纽约，在您身边，专心陪您做康复训练。霍华德欣慰地说道：你能有这份心，我很欣慰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其他人可能还在回来的路上。等明天，我要开一个家庭会议，到时候我会向所有人宣布我的决定。